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人类第一次与外星人的小型冲突。在1964年的9月呢，麦克洛伊德上尉和巴恩斯中士呢，从俄亥俄州的帕特森空军基地呢被派去呢调查北加利福尼亚的一起 UFO 目击事件。那帕特森空军基地呢收到了大量的 UFO 报告，其中的 99% 呢都可以解释，相当一部分呢只是寻求关注的恶作剧者。那其中的剩下的1%呢就被归类为 UFO 了，并会被送往蓝皮书计划。那麦克洛伊德呢有一份来自于 UFO 追踪办公室的电传报告副本，上面盖有一个不同寻常的优先通知的印章，而上面写着就是 UFO 着陆并伴有实体报告，命令呢尽快按照常的协议进行调查和医治。所以麦克洛伊德呢他立刻呢前往调查，他的第一步呢就是采访目击者。他是一个作为有17年经验的调查员，但是这一起事件呢，他说是他17年从业以来听过的最离奇的 UFO 故事。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那是在1964年的9月4日一个星期五的早晨，唐纳德·施鲁姆呢出发前往森林。当时呢是唐和他的2个朋友文森特和蒂姆呢正前往恩科格罗夫森林，他们准备去那里狩猎，去那里呢要开80英里左右，他们开车呢需要1个半小时。而他们3个人呢都是萨克拉门托一家军事分包商阿罗盖特公司的工作人员。那唐呢是这个公司的一个焊工，专门从事极地导弹和核导弹的焊接工作，这是一份压力极其大的工作，所以他在周末呢都会和朋友一起去塔霍国家森林公园里用弓箭猎鹿，这正是他们需要放松的方式嘛。而每年的这个时候呢，国家森林公园里都是禁止使用枪支的，但这呢正合唐他们的心意嘛，因为他是一名熟练的弓箭手，那比起步枪呢，他更喜欢用弓箭，这才感觉像是真正的狩猎。而这个森林里面呢，既安静又平和，男人们到了这里很快就搭好了营地。当他们进入森林之后呢，他们就发现好像这一次呢忘了去购买这个通讯设备了，所以他们就必须只能保持在喊话的距离内。他们就约定好如果有人在夜幕降临的时候走散了呢，他们将在日落前返回营地。他们3个人分头行动嘛，在走了很久以后呢，于是唐呢没有发现任何有鹿的踪迹，他就决定返回营地。但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好像在某个时候呢走错了路，迷路了，于是他就叫喊着朋友们，但是呢他没有得到回应。晚上独自一个人在森林里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因为其他的狩猎人报告说该地区是有熊和其他捕食者的。但是天呢越来越黑了，温度也在下降，唐呢别无选择，他将在森林里过夜。但是呢他绝不可能在地面上过夜嘛，因为那太危险了。于是唐就向高处走，他就找了一棵巨大的松树，那树根呢刚好是扎在悬崖边，于是他就开始攀爬。唐有一条均匀的腰带于是他就用作自己的安全带，他找了一条很结实的树枝呢，把自己固定好。他觉得他所在的位置足够高，熊或者是其他野兽过来呢，要费一番功夫才可以碰得到他，但也不是说碰不到嘛，所以他必须要保持清醒嘛，整晚。而唐正在与睡意做斗争的时候呢，他突然间透过森林里看到了一道光束，他以为是他的朋友们报告了说他失联了，这就是那个森林服务处派出的救援直升机呢。于是他匆忙爬下树呢，点燃了他搭建好的几个信号火堆，于是他就开始喊叫，拼命的挥手。当这个光线距离他大约50码的时候呢，唐突然意识到他没有发出任何的声音，他应该不是一架直升机。那束光呢静静的悬浮着，慢慢的接近了唐的位置。于是他迅速的扑灭了信号火堆又爬回了树上。他很害怕，天很黑他穿着全身的迷彩服。他的计划是呢，我一定要保持静止不动，等待这个光线过去。而那束光呢，他说很小，也许就只有8到10英寸宽吧。起初唐以为这只是一艘小型的飞船或者是小型的 UFO， 而那束光缓慢而无声的移动着，然后呢光线呢突然开始摇摆，它突然开始扫射扫描感区域了。而光线的运动呢，让唐能够看清楚飞行器的形状。他说其实那个东西它并不小，那艘飞船是一个巨大的黑色的圆柱体，150英尺长，相当于是一座14层楼高的建筑物了。它横躺着而漂浮在空中，光束呢正在扫描着峡谷、树木和该地区的那些石头。光线停在了飞船的船体上，然后唐呢就看到3个水平光缝呢出现了。这些光缝呢拓展成高大而狭长的长方形，就跟那个全息影像一样。然后他们的飞船侧面就打开了一个窗户和门，之后呢从中间的窗户中呢闪过了一道光，一个黑色的物体呢居然被投射了出来，射向峡谷。那正是另一艘较小的飞船。此时的唐看到了这些已经吓坏了。几秒钟之后呢，那艘小的飞船就悬浮到了唐所在的树的附近停了下来。
于是呢，他可以看到飞船的顶部有一个闪烁的灯光，它的形状呢就很像他在一些图片中见过的那种飞碟。唐尽一切努力呢保持镇静，然后他静止不动，仿佛他跟树呢融为了一体，但他的腿又不听使唤的在颤抖。那寂静呢使这种体验更加的糟糕。他说他都可以听到风从峡谷吹上来，树木撞击树木的声音，但最响的声音呢是他的血液在耳朵中流动的声音。他以前并不相信什么 UFO 外星人或者是任何类似的东西，他认为自己就是个普通人嘛。他是一名焊工，周末呢他喜欢徒步旅行、打猎，或者是只是与家人一起闲逛，这是他最意想不到的事情。唐呢依然保持没有动，他不得不提醒自己呼吸放慢。他看着自己的手紧张地抓着弓，以至于指关节呢都变白了。5分钟过去了，这仿佛就像是一个很长的时间。然后唐呢就听到了树枝断裂和灌木丛沙沙作响的声音，有什么东西正在穿过灌木丛朝他的这个树的方向走过来了。接下来的2-3分钟里呢，停顿摩擦声越来越大，无论这是什么呢，它正在靠近。而声音停止了，他就看到2个身影呢从这个灌木丛中出现了。在树下站着一对人形的生物，但那绝不是人类。他说他们的身高呢在4到5英尺之间，穿着银色的服装。唐说他看不清他们的脸，但是他可以看到他们戴着某种眼镜。他认为呢，那类似于他们做焊工焊接的那种护目镜。而且那些人还用细长的手指呢捡起树枝，并将一些土壤呢放到了试管之中。他们慢慢的朝唐所在的树走来，于是唐呢本能的就收紧了他缠绕在树上的腰带。这个生物呢突然间就停了下来，于是唐立刻屏住呼吸，然后他就看到这2个生物呢慢慢的向后仰头扫描树上。他就觉得说他们一定听到了他刚才收紧腰带的声音了，然后他们看到了他。在护目镜的后面呢，他看到了一双占据整个面孔的超大型的眼睛，而且呢他们之间这个眼睛目光相互锁定住了，就是对眼了。而这2个外星人就朝他走了过来，停到了树的底部。当时唐并没有爬得太高呢，也许离地面呢只有10到12英尺。如果这些生物伸手去够它的话，或者以任何方式稍微跳起来够一下的话，都能够碰得到它。这2个生物呢相互看了看，然后发出了一种类似于猫头鹰鸣叫的声音，然后他们又看向了唐。唐感到了一阵恐慌袭来，他就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不是想要伤害他，或者是他们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所以他就只是盯着他们尽量不动。几秒钟之后呢，他就听到了更多树木断裂的声音，然后呢灌木丛被压弯并折断。无论来的是什么呢，它其实都很大而且很重。当第3个身影出现在树下的时候呢，他投下了一个巨大的阴影，并且呢机械式的漂浮移动着。他说那就是一个机器人，它的体型和形状呢与那些人形的生物基本上相同，但是呢它稍微高一点大一点。但是唐后来描述它看起来移动起来就是跟机器人一样的。于是呢他就停在唐所在的树的那个下面，站在那2个较小的生物之间。他看起来呢像是从那个大众机械杂志里面走出来的机器人。他大约有6英尺高，全身金属质地，他有一个方形的胸前的那种方形的头部，没有脖子，下巴呢也是方的。当他张开嘴的时候呢，整个下巴都会打开，就像是那个巨人里面的机器人一样，只是尺寸缩小了嘛。而机器人的眼睛呢是红橙色的，在黑暗之中像手电筒一样发光。他看着他呢，而那2个人形生物呢也再次发出了那种鸣叫声。而远处的那个飞船呢似乎回应了一声，仿佛他们之间在交流。那机器人的手臂突然之间抬起来，金属手呢调整了一下他的下巴，然后呢机器人就将脸呢对向了唐，张开了嘴巴。突然之间呢他就发出了一声响亮的嘶嘶声，然后呢一股白色的烟雾像水壶里的蒸汽一样喷出，然后唐就感觉到了蒸汽喷到他的脸上了。唐的大脑就告诉他应该立刻做出反应，但是他的肌肉呢却没有响应，他瞬间的瘫痪了，视线呢也开始变得模糊，紧接着呢一切都变黑了。没过一会儿，唐醒来时呢，他的身体继续瘫痪在树枝上，幸好他的腰带呢牢牢固定着他，否则呢他就会从树上掉下来。然后他摆脱了瘫痪状态，但是感觉到了一阵恶心。他低头一看呢，那些生物正在试图爬上来，想要把唐给弄到树下面来。唐一边干呕一边慢慢的往树上爬得更高。机器人看到唐跑了，所以再次抬起下巴呢，准备发动另一次攻击。唐认为呢这是局势的升级于是他抓起了一支箭，搭在弓上拉满了弦呢，瞄准了机器人的胸部距离大概也只有8到10英尺。在这个距离上呢，一支60磅的弓箭射出的箭的速度堪比步枪子弹了。他松开了手呢，一瞬间箭正中机器人的胸口，一阵明亮的火花闪过呢，机器人踉跄的后退。那2个人形生物当时一看吓得立刻退到了树下。
这招就奏效了。然而呢，机器人很快稳住了身形和那两个生物呢又一起回到了树下。他们抬起手臂，张开嘴发出了另一次嘶声，又喷出了一股白色的蒸汽。唐呢赶快往上爬了一点，但他无法呼吸，仿佛周围的空气立刻都消失了。他就感到自己呢再次失去了意识。当他又昏迷醒过来的时候呢，那两个人形生物正在想办法把他从树上弄下来，他们已经上到树上来了。于是唐呢挣脱开，立刻抓起一支箭，尽可能的拉满了弦呢，又射了一箭，箭再次正中那个机器人的胸部，火花四溅，机器人再次踉跄后退。那两个人形生物呢一看有危险，也立刻就退开了。唐呢又一次射中了机器人的胸部，那这一次呢，机器人几乎失去平衡，差点倒下去，但是他还是没有，他重新站稳，开始向树的方向移动。唐继续射击，但是他伸手去拿箭的时候呢，发现箭袋已经空了，他没有箭了。然后呢，他又昏了过去。当唐再次醒来的时候呢，他又感觉到了一阵恶心，他不确定自己到底昏迷了多久。但是那两个人形生物呢，现在正在树旁边的一块岩石上，他们发出了鸣叫声，而机器人呢又抬起了手臂。唐摸了摸箭袋呢，没有箭，但是找到了火柴，他就抓起了自己的棒球帽呢，点燃了它，然后朝这个机器人扔了过去。那三个生物呢都吓得后退了一步，然后唐就开始点燃他手边的一切，撕下夹克上的碎片点燃后扔下去，然后又被蒸汽击中昏了过去。就这样的情况呢，相互攻击持续了几个小时。唐一次又一次的被气体击晕，但是他不断的点燃东西扔下去，他烧掉了所有的衣服除了他的衬衫牛仔裤以外，鞋袜子手套所有的东西他都往下扔。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天气呢越来越冷了，而火呢只能给他几秒钟的时间调整位置，但不足以让他脱离蒸汽的攻击范围然后呢，火柴也就用完了，他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扔向了那些生物，箭袋、指南针、水壶等等，最后剩下的呢几枚硬币他也都扔了出去。那在一次蒸汽攻击过后醒来的时候呢，唐说他居然看到了云层中透出了一丝橙色的光芒，意味着太阳呢将在1个小时内升起，但他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撑到那个时候他已经精疲力尽了，别无选择嘛。当他再次呢又被攻击失去意识的时候呢，他想到了他的妻子和女儿。其实宇哥个人觉得这个外星生物没有想要伤害他，不然的话他应该早就被嘎了才对嘛，对不对？他不可能就是一直的昏过去又醒来，昏过去又醒来。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要抓住他呢，研究一下。而唐睁开眼睛的时候呢，那两个人形生物呢居然已经不见了，但在树下呢出现了2个机器人，而且那个有一个电弧在他们之间来回跳跃，仿佛就是他们在汇集巨大的能量。这2个机器人呢都伸手去调整下巴，然后把大嘴张开。于是那个唐看了以后害怕嘛，试图爬得更高，但他周围的空气呢突然都变得非常的冷，于是呢他又窒息了，无法呼吸。他知道一切都快要结束了，于是他感到自己呢正在失去意识。当他即将要昏迷的时候呢，他就想知道他们是否会找到他的尸体，谁会参加他的葬礼他葬礼的时候他的小女儿是不是很难过呢？刚想完这一切，一股冰冷的白色烟雾呢又击中了他，然后呢一切都结束了。当唐再次醒来的时候呢，他以为他已经嘎掉了，没有想到他还是被腰带挂在树上，四肢悬垂，太阳已经升起了，他独自一个人，他成功了。仿佛就是那些生物好像是很害怕太阳一样，或者说是外星人怕白天被别人看到吗？唐小心地调整了腰带，慢慢地从树上下来，他抓起指南针，赤着脚呢冻得发抖，精疲力尽地返回了营地。于是他就告诉朋友们当天他发生的事情。朋友们大家都相信他，因为其中一个人说他也看到了有一艘飞船呢当天晚上是在森林里飞过的。当他回到家之后呢，他就告诉了家人发生的事情，然后他的妻子呢又告诉了岳母，他的岳母认识当地社区学院的一个天文学教授，于是呢他岳母又把这件事情告诉了那个天文学教授，他觉得那个教授呢可以帮助解释那些光或那个物体以及所发生的事情。但是几周后呢，唐与那位教授交谈，详细描述了他的每一个细节。教授就认为呢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他决定联系附近的这个空军基地的人，然后呢把唐的故事呢以及发生的地点全都告诉了那个空军基地的人。那几天后呢，2名调查员就从俄亥俄州的帕特森空军基地被派来了，他们就是麦克洛伊德上尉和巴恩斯中士。他们不想在唐的家里见他，而是选择在该地区的一处空置的出租屋里见面。他们告诉唐呢要单独前来，他照做。他说房子里呢只有1张桌子和2把椅子，他们只想控制环境，因为他们没有想要在唐的家人在场的情况下听他讲故事。而且他们还带来了一卷笨重的那种卷盘式的录影机，详细记录了唐的整整12个小时的遭遇。调查员就问了唐关于那些生物的详细的问题，他们长什么样子呀？身高、皮肤、质地、穿着，他们是如何移动的？
他们有什么能力和工具。他们还问了关于那艘飞船的细节，包括它的形状呀、可见的特征啊、灯光标记等等，还有就是如何操纵。他们还问了唐如何反击攻击的，效果如何，以及瞄准了哪些生物。他们还要求唐提供该地区的详细地图、海拔、地形、岩石、树木种类等等。在掌握了所有的细节和故事的时间先后顺序后呢，调查人员呢就进入了审讯模式，态度呢瞬间就变得不友好了。他们就对唐进行了严厉的盘问，他提出了各种可以替代的场景，就是问这个唐，你是不是当时在试验武器啊？还是说你正在吸食一些毒品和酒精的影响下而产生了幻觉呢？这会不会是青少年精心策划的一场恶作剧呢？唐认为啊，他们当时的说法非常的荒谬至极。他坚称自己啊看到他所看到的东西，他说他说的都是实话。他甚至向调查人员展示了一个箭头，上面还留有机器人碰撞时留下的金属碎片。而空军呢也拿走了箭头作为证据，而且唐呢再也没有见到过他。那调查人员离开之后呢，就再也没有跟进此事。在第2年狩猎的季节呢，唐又一次回到了那个遭遇发生的地方，他就发现呢，树上有一个橙红色的圆圈，然后周围大约50英尺区域呢都被彻底的清理过，地上呢还留有那种耙子爬过的那种痕迹，周围还有一些烟头，显然呢空军来过这里清理了一切。不久之后呢，唐就开始出现焦虑症了。他说他患上了严重的创伤后应激反应障碍，持续了大概1年的时间。期间呢，他经常做噩梦，只要有那个猫头鹰叫声呢，就会引发他的恐慌。从此他的那个焊接技术呢也都退步了，最终呢他被解雇了，而且家庭呢也几乎破产。他本身可以卖掉自己的故事，甚至写一本书的，但是他不想让自己的名字与这件事情联系在一起。而他的邻居们啊认为他疯了，他自己呢也觉得自己快疯了。他的家人呢不得不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亲戚家，而他唯一能够找到的工作呢就是低薪的体力劳动。那这一次事件呢几乎毁了唐的生活，他再也不想与这件事情呢有任何的瓜葛。他试图呢想将这件事情从脑海中抹去，慢慢的呢他逐渐的恢复了正常。他终于从这个 UFO 遭遇之中解脱了出来。然而14年后呢，有一天他家的电话响了，唐的案件呢重新浮出水面。当时的那个国家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呢和穆夫恩这样的组织呢正在翻阅旧的历史档案，他的故事呢足够吸引人，所以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也引起了好莱坞的注意。所以唐的故事呢最终就出现在了 NBC 的一档特别节目当中，叫项目 UFO。 调查员保罗·索尔尼呢就提交了一份信息自由法，请求经过几年的等待呢，他们终于发布了相关的文件。文件就称呢，请求美国的空军或者是美国政府呢公开这个唐的调查报告和经历。那经过了几年的等待呢，他们终于发布了相关文件。文件声称呢，唐的经历呢其实并未发生过。报告就称呢，这一件事情是基于心理因素，并将其视为恶作剧或者是幻觉。但文件中还包含了一份宣誓书，是来自于文森特·阿尔瓦雷斯的。他说呢，他在事件发生时呢，也看到了一艘飞船降落在了唐所在的区域。那到了2000年的中期呢，唐终于打开了心结，开始谈论这件事情。在2011年呢，一本书被出版了，名为《森林中的外星人：希斯科罗夫 UFO 遭遇》。尽管唐的故事呢已经被公众所知，但他仍然是 UFO 故事中较为冷门的一个。唐的故事呢在50年里呢一直保持一致，他从未试图从中获利。相反呢，这次遭遇让他在经济上和心理上都崩溃了。还有另一位目击者文森特·阿尔瓦雷斯呢，他说他也看到了那艘飞船，而空军呢也确实派了调查人员跨州来调查此事。他们承认呢，从唐那里确实拿走了箭头，另一方面呢也没有实际的证物，所以空军呢也从未归还那个箭头。唐说他们清理了现场，如果他们真的这么做了，那就说明空军确实是想保密啊。但这些生物拥有反重力技术，却无法爬上一棵树，为什么不直接用小型的飞碟飞过去呢？而这些生物和机器人的描述完全像是1960年代的科幻小说那样的，就让我感到了有一丝怀疑。但对唐来说他又足够真实。这件事情毁了他的生活，他失去了一切，几乎失去了理智。但空军说呢，他遭遇之前就已经精神失常。一场与外星人进行12个小时的生死搏斗呢，一个男人被困在了树上，向一个喷射蒸汽的机器人射箭，再加上政府的调查和掩盖，我们有足够的信息来决定呢它是否真实。但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这是一个精彩的故事，我很喜欢，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